大家好，申万我刚刚畅聊了一把堪称一时数秒的影视巨鳄连环糗事，结果余波难了，某人的外籍身份又被拎了出来，继续赠姓。这种一石安鸟的精准打击，其实跟易烊千玺的剁牙操作如出一辙。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这种刀刀要见血的警示，明晃晃就是有你无我的内卷必修课来的。毕竟蛋糕已经越来越小了。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谁抢到先机和蛋糕，谁就成功成为了所有人的敌人了。这个时候，低调绝对不是口头上的口号，而是骨子里的记号。赵丽颖现在积极拉感情、套近乎、跑吆喝，绝不仅仅是成熟的心态和气量的延伸。王一博积极走官路、上官媒，同样有着硬性的期许和需要。申万我说过，这个热闹非凡的8月属于热闹庆生的王一博。有好事者居然开始评选各种热播剧的男主，到底谁会成为当之无愧的8月男友呢？对于这个问题，申万我只能摇头了，因为实在是没有悬念，只剩尴尬了。冰与火中，王一博饰演的陈宇明晃晃的已经伙同陈晓，顺利空降，顺利霸屏，顺利热搜，顺利热议了。作为顶流加主流的王一博，即便在闹哄哄的微博之夜中超高配合度地演绎了一把最强流量慈善家的角色，却也在冰与火之外成功烧起了另外2堆热情的篝火。毕竟粉丝基础超大超强就是热度的本钱，加上冰与火是正装的证据，即便吸引的路人可能少一些，却也照样对得起海量8月男友的专享惊叫声。除了综艺这就是街舞第5季之外，高频热线的王一博各种空降的热度真的是空前了。冰与火的热播其实只是超大超燃的亮点之一。冰与火自开播以来，从零宣传预热到登上电视剧热播榜前3名，突破9000热度也仅仅用了7天时间。不仅如此，冰与火还获得了新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艺术报等官媒的称赞。可见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就算是没有宣传预热，也能吸引观众的目光。话说冰与火从开机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何时开播时间更是成为了谜题，一般无人能解。以至于前不久突然空降播放的时候，实实在在的惊着了所有人。从零宣传的空降播出，到24小时突破1000热度，再到播出1周突破9000热度，稳坐悬疑剧场热度榜第1的好成绩。冰与火在无 IP、无观众基础的情况下，热度稳步上升。这一系列成绩还要归功于所有主创团队的人员。9000热度可能在很多人眼中并不是算高，但是在零预热空降的前提下达到这样一个成绩，可以说已经超出了预期。首先，冰与火的播放时间并不占优势，虽然周1到周5每天更新1集，可更新时间段却是晚6点。上班族来不及回到家里追剧，资深追剧党又会嫌更新的慢，想要更新多一些再看，所以9000热度对于冰与火来说并不容易。所幸冰与火剧组用一手好牌赢得了观众的口碑，有老戏骨同台飙戏，有新生代实力加盟，所以不论是口碑还是流量，冰与火取得好成绩都是必然的。现在好了，除了观众的喜爱之外，冰与火还得到了新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艺术报等官媒的实力点赞。确实，冰与火是影视剧作品中少有的描写缉毒警察的故事。他用艺术作为载体，生动地诠释了一线干警为禁毒事业前赴后继的英雄故事，不仅吹响了禁毒的号角，也彰显了现实题材影视剧深厚的内涵和社会影响力。正所谓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您发现了没有呢？只要王炸小子的成绩单一出，党媒官媒就会定时定点齐出来大肆站台了。冰与火在开播之初就能够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作为主演之一的王一博自然是功不可没，与有荣焉。其自身的正能量形象以及庞大的粉丝基础，使得剧集在零预热、少有人知晓的情况下，在青年人中口口相传。可荣誉的背后也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催促着王一博进步。在观众对演员演技的评分中，陈晓以 9.6 分高居榜首，而王一博饰演的陈宇则获得了 8.9 分。虽然与实力派相比，这 8.9 分并不算很高，可对于一个初入演艺圈几年的新人来讲，这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分数。
由此可见，努力拼搏的王一博已经逐渐缩小着演技与实力的真实差距。众所周知，起初王一博参与《冰与火》的选角时并不被看好，并收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质疑声。也就是说，这样的他能诠释好警察这个形象吗？不论从形象、气质、年龄等方面对比，王一博都和陈宇这个角色不搭边，最不像也最不合适。但是通过《冰与火》的播出，让观众认识到了一个认真拍戏的青年演员。王一博用他独有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出他心中的禁毒警察，并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之前很多人都觉得王一博只是靠着流量才能站稳脚跟，可事实却是因为有了流量，让很多人忽略了王一博的演技。现在通过陈宇这个角色，恰恰能够让观众重新认识一个新的演员王一博。8.9分的新成绩，虽然略低于老戏骨实力派，却重在真实。实际上，可圈可点的这个评分并没有出现尬吹尬黑的盲目的吹捧，相比之下多了不少的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刚刚过完生日的王一博真的值得开支香槟开怀一把，因为努力和成绩是看得见的。恰青春的年轻人都是不怕历练的，未来属于王一博的角色还有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有很多。申万我最近也是一路聊开了，《冰与火》上映1周就有如此好的成绩，不仅让观众对电视剧的认可，对王一博、陈晓等主创团队的肯定，也让党媒官媒不约而同地卡在关键的时间点一道喝彩、加油、打气。这份正装红色的过人傲娇，真不是常人都能理解的。那么，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如果您看过我刚刚聊过的那一期视频，您或许就会自动陷入沉思了。而且这件狗血满满的烧脑时间和奇情大事还没完，甚至越搞越大、越搞越臭的风向已经吹起了。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就是这个魔幻年代对赵丽颖、对王一博的最大勉励和鼓劲了。当然了，或许就是因为这次《冰与火》的突然空降和意外收获，着实打乱了一些人的盘算，甚至一些微博之夜的流量套现失败，也让内卷的冲突开始明面化、公开化了。首先，《冰与火》空降成功开播，特别引人注意，毕竟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憋屈，懂的人自然懂。在11号的时候，这部备受大家期待的《冰与火》突然空降，跟着顺利的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而这一次所涵盖的话题有着命案、暴雨、边境等热门词语，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反应过来，官方就突然火力全开了。《冰与火》的开播也预示着陈晓携手王一博迎来了《梦华录》之后又一个爆款巨作。说到这，陈晓的确是最大的赢家，跟着开播就直接将剧集推上了热播榜中，成为了今年目前最为优秀的一部禁毒题材作品了。有趣的是，不少人在刚打开《冰与火》的时候，都会以为进错了地方了。居然该剧没有现在剧集特有的磨皮和滤镜，一切都是最还原演员真实的状态和演技，就好像直接将观众拉入了作品中，跟随演员一起开始了故事。所以《冰与火》在开播后能够顺利的冲上热搜榜，也算是实打实的实力了。这部作品从2020年9月份正式的杀青，到如今也快要2年的时间了。在这2年中，作品并没有经过过多的宣传，但是大家的关注度依旧是很高，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其中陈晓和王一博2位主演的缘故，但演员却也只是一方面而已。真正吸引大家的地方，其实就是刑侦的定位以及禁毒题材的故事。近几年禁毒题材作品层出不穷，有着一些出色的，同样也有一些跟风的，但《冰与火》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禁毒类型的作品从来都少不了卧底这类人物，而对于卧底的设定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大多数都是一些配角人物，很少有主角作为卧底的。而这部剧却让卧底和警察组成了双男主的剧集作品，两人一同协作，对于毒贩进行精准的打击，并且卧底最开始的心理路程也是非常的复杂，家庭遭遇了变故，自己因为为了父亲报仇脱下了警服，最后救好友的性命，才被毒贩所抓走。故事一直都非常紧张刺激。同样的，其中演员的演绎更是非常多的出色了。该剧当中新老演员出色演绎，让该剧启动就牵动人心了。
新一辈人主要刻画新时代禁毒英雄，老戏骨们一同揭秘边境禁毒的冰山一角，这搭配很富东域。在《冰与火》中，陈晓和王一博这一次作为双男主进行搭档，属实就让大家狠狠地期待了一把。陈晓之前作为古装男神，一部《梦华录》再度让他火出了圈，这一次的《冰与火》也开始承接起了《梦华录》，不仅让陈晓对于自己的戏路做出了改变，更是让他有了崭新的代表作。这一次陈晓的角色吴振峰，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挑战，不过这个挑战在如今陈晓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而王一博在凭借《陈情令》爆火后，同样大多数都凭借古装形象被大家认可，比如有匪和风起洛阳。而这一次的《冰与火》对于王一博来讲同样很重要，他所饰演的陈宇不仅素颜出镜，而且在演技上也提升了不少。看惯王一博古装的，绝对会被他这一次禁毒警察的形象给震惊到。为了塑造角色，王一博也不惜舍弃了自身的身形，将陈宇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就是陈宇，不得不说，王一博真的成长了不少。除此之外，还有王劲松、刘奕君、张志坚这些老戏骨，以及郭晓婷、冯佳怡、艾东这些出色的演员，大家一起将这部禁毒大剧直接从阵容上撑了起来，全员演技在线了。有趣的是，人性化处理手法让每一个人物的立场并不算很鲜明、很脸谱，所以在故事的呈现上，大家也需要根据剧情逐步的去猜测一下人物真正的立场。演员们塑造的群众面貌非常深刻，也许这一集还是好人，下一集就会成为一个坏人，亦正亦邪的表演就成为了《冰与火》最大的看点了。所以说白了，故事好才是真的好。扑朔迷离的剧情，最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手法，让《冰与火》称作最强当之无愧。在剧集刚开始的时候，陈晓4分钟的镜头很讲究，毕竟陈晓是作为一番的演员，动作表情都是放大镜的呈现和带入。当然，4分钟对于陈晓来讲依旧是足够的，他很好的将吴振峰的人设在4分钟内立住了。陈晓不仅给人一种恶人的感觉，也让整个人物形象更为扑朔迷离。前几集的剧情就透露出了众多的待解问题，并且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陈晓和王一博两人也会越来越出彩。《冰与火》这部剧集在主创团队创作的时候，就是全面进行了深刻的调研，剧组多次前往了云南省的各个公安单位中，亲自走进了禁毒局、禁毒支队戒毒所、派出所等地方。因此，不仅完善的剧集的故事，更是使用了实景拍摄，所以剧集呈现出来之后，真实感非常的强烈。每个人物都搜集了很多真实的人物原型，加上真实的禁毒案例和公安民警们的故事，真正的还原了警方开展禁毒工作的真实面貌。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想说，真实才能传神，传神铸造经典。身处深渊中的吴振峰，行走在深渊之中，依旧没有放弃追寻光明，始终坚守正义的陈宇，即便是如履薄冰，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一线禁毒警察和毒贩们的交锋，在《冰与火》中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这些可爱而伟大的人，在背后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因此，这部剧集最大的现实意义很宏大和写实，也是传递出了每一个公民应该主动地拒绝毒品。《冰与火》让观众了解了禁毒警察工作的危险，也帮助观众明了了一种居安思危的真正意义。在官媒党媒完全一致、步调雷同的宣传口径下，拒绝毒品便是主旋律守护这些英雄的最好方式了。于是乎，在党媒官媒的眼里，王一博是成熟的，是值得的。因为王一博从最不像陈宇，到王一博就是陈宇，实现了质的飞跃，双向的互动，情感的奔赴。说白了，也更加确定了王一博要成为好演员的信心。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特别有感这种党媒官媒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保驾护航。因为明晃晃的易烊千玺的跟斗摔得不轻，顶流艺人的难得买少见少。即便王一博的挑战其实还没完，比方说旗袍姐姐、摩托妈妈一致热望的无名，内卷的世界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糟糕场景随时发生。所以赵丽颖回马古偶真的恰实，真的讨巧。
而且您留意到了没有呢？是不是赵丽颖最新的商业画卷都是古风阵阵、女王款款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早就看穿了王炸姐姐赵丽颖的小心机了。相比王炸弟弟的电影之路回马古偶的话，某些系数其实更大。比方说，杨紫诚意参演的《沉香如屑》上线3天，就在灯塔播放量是战略榜单拔得头筹。跟着8月13日，虞书欣、王鹤棣参演的《苍兰诀》更新仅1周，又把他挤下了宝座。现在90花、95花、00花都纷纷手握待播剧，杨超越主演的《70吉祥》和白鹿主演的《长月烬明》还未播出，就因服化道登上热搜。因此，85花加入战场的动作更像是大女王的回归。杨幂参演的《狐妖小红娘》和赵丽颖参演的《与凤行》还在拍摄中，就已经被热望的网友们列入到了仙偶片单。那么，风水轮流转的今天，仙偶对于女艺人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呢？为何85花、95花、00花的花样女艺人扎堆偏爱仙偶剧呢？近年来，新生仙侠剧中只以恋爱为主线的现象丛生，被诟病只见爱情不见侠义。这类仙侠气质不足的剧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名字，也就是仙偶剧。在前艺人经纪赵思思看来，女艺人确实会对仙偶剧有所偏爱。她说，对于小花，尤其刚出道不久的女演员，仙偶剧是她们能触碰到的天花板，是提升流量的最好台阶。能够成为天花板，源于它的低门槛和高回报，这是最重要的内卷化闭环。仙偶剧不受背景限制，造型对演员的容错率更高。古装剧造型要贴合朝代的形制，有框架定式。以轻装戏为例，男性发型为鼠尾辫或阴阳头，又是光头又是大辫子，演员的五官和面部线条完全暴露，这其实很难好看。与之相比，仙偶剧造型师在架空背景下，能够在演员的颜值上扬长避短。仙偶剧中那些常见的龙须刘海、空气刘海、繁复的珠链配饰以及多彩妆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造型师为了演员颜值的妥协。除了颜值门槛低，仙偶剧千篇一律的平面人设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不高。目前的仙偶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说改编，是小说就会有固定的分区，譬如火葬场、先婚后爱、天降 vs 竹马，主要角色人设很难逃出小白花、女战神、冷面仙君的固定模式，角色黑化遵循因爱生恨的固定流程，爱的无厘头，恨得很彻底，所有的情绪都被极致化，是很容易演绎的人设。除了门槛低，仙偶的低风险也让小花们对它颇有偏爱。古装剧因造型跟朝代规范不符，被文化粉指出错误，甚至反感投诉，被下架的情况并不罕见。有时代背景的剧集，服装的审查会更严，从最近出的新条例也能看得出来。赵思思强调说，仙偶剧大家骂只会骂造型丑、人丑，没有其他的麻烦。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这话实在太要害、太重点了。就是这个要点，让女艺人们入戏出圈的机会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基本上这种天马行空的无害化仙偶剧处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和伤害性，甚至连一丢丢的内涵性、借题性也没有。只不过呢，依据广电时评的公众号提示，现在还需要注意不要随意化用、跟风模仿外国风格样式，这就行了。除此之外，仙偶暂无其他额外的风险了，因此仍是小花们追捧和扎堆的心中的天花板。当然，仙偶剧被小花追捧的最重要原因是仙侠剧的造星能力已经被证实过。2015年《花千骨》成为首部网络播放破200亿的电视剧，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线仅12小时，全网播放量达到6亿。2018年香蜜沉沉烬如霜热播后，饰演男二的罗云熙走红，参演数部 S 级剧集。2020年琉璃走红，男主角程毅获得了和杨紫搭档的机会。低门槛、低风险、高回报，仙偶剧身上的光环太过诱人，因此过来人赵思思强调说，这样的成功率让小花都觉得仙偶是一条可以复制的路。而85花至今仍在仙偶剧扎堆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被迫无奈的选择。2020年开始，制片人李想就开始倾向发掘独立女性的人设，
他说现在开始主打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角色，这种一般都是主流证据。他感觉八五花是很难接触到这种主流证据的，因为八五花大多选择走流量的路线，演技的大众认可度不足，甚至留有一引发粉黑大战固有印象，因此证据制作方对八五花的认可度并不高。说到这位明白人李想也直言说，我个人和我身边的人对赵丽颖的认可度是最高的。说到这，您彻底明白了吧？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会一路都看好这个鬼聪明的赵丽颖了吧？这个世界，老是懂的人必须懂，不懂的人啃瓜皮，世界就是这么扁平的。因此，其他不被证据市场偏爱的85大花，回归仙偶是最保险的选择。李想感叹说，85花大多曾经演过，甚至凭借仙偶吸粉，再演一遍，其实对于粉丝来说是一种轻回宿命感。不要说掉粉，甚至在固粉，可以说仙偶剧于85花而言是底线，于90花而言是武器，于00小花而言是验金石。每个人都有留在这里的原因，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那么，仙偶的演员该怎么选？制片人李想直言说，85花在仙偶剧仍旧有竞争力，因为仙偶剧更注重商业性质。以他以往的经验，制作方会更看重流量和招商。尽管演员并没有帮剧集招商的义务，但85花的认知度浩和赵丽都算在第一梯队里，大家还是会看重他们对客户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突出的商业价值，在于流量的稳固性，在于品牌和代言，也不会因为演一部难看的仙偶剧变低。这就是鬼聪明赵丽颖不惜回马一战的本钱了，而且这种本钱就是女王的任性。当然了，小花们则是有天然的年龄优势，因为仙偶的受众喜欢看帅哥美女谈恋爱，因此近年来对古装丑男的问责调侃才会愈发严重。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85花年龄确实大了，在制片人黄峥看来，他们的形象其实和仙偶剧女主人设的少女感已经不是很贴合了。更重要的是，仙偶剧本身就容易火，它有固定受众，不是只有大花才能吸引来受众。黄峥认为，大花并不会给仙偶剧带来很高的加成。譬如2020年热播的《琉璃》，两个主演在当时的知名度就并不高，但它还是火了。这种相当现实的市场呈现，恰恰也是赵丽颖突然回春的最大秘密了。这点申万我也第一时间深扒过了。当然了，相比之下，小花的性价比就很突出。小花的知名度对于仙偶已经够用了，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2022年初，黄峥得到消息说，降本增效成为行业关键词后，腾讯规定艺人的片酬不得超过2500万了。据影视毒舌公众号称，2022年4月8日，腾讯早春业务分享会也公布了此项信息，称导演、编剧单集报价最高30万，一线演员最高片酬约为2500万，顶级大剧宣传费用约300万。于是乎，大花的价格几乎被摆在了台面上。以近2年的爆剧数量为参考，给艺人的片酬评级有2部以上爆剧，平台的认可度就很高了。譬如赵丽颖、迪丽热巴、杨紫就属于第一档。只要有一部爆款，通常就被归为中坚力量。95花一般都属于这个范畴，缺少爆剧傍身的话，价格会更低。除了赵露思，她认可度高，也不便宜，算在第一档。李想透露说，比较受平台偏爱的是鞠婧祎、杨超越和虞书欣3位小花。鞠婧祎经过几年，已经算成型的流量了，有固定的粉丝群体。杨超越选秀出身，片酬比同级别演员更低，但流量大。虞书欣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参加选秀后有流量加成，能力比较平衡。这种内卷的现实，正是赵丽颖决心回马的动力。有意思的是，制片人李想也提到说，流水的女主演，铁打的男主角，大花小花表现出的扎堆现象，可能是靠男演员映衬的。制作方对男演员更专情。李想解释，仙偶剧里的男演员就是朝着百搭的路子培养的，他们花期更长，什么样的女主都能搭配。譬如85生李易峰就分别与85花赵丽颖和唐嫣、90花杨紫、陈钰琪搭档，罗云熙甚至还曾于98年的程潇搭戏拍摄《良言协议》。或许在选择男演员上，制作端更加自如。
或许您会问，仙偶剧还会继续是大花小花扎堆的战场吗？制片人李想认为不会，他说至少不会是太久了。之后的仙偶会向越来越年轻的演员倾斜。仙偶的存在和火热是因为有固定受众，它的主要受众仍然是35岁以下的女性观众，喜欢看的一定还是年轻男女的爱情，这是市场的亘古不变规律。李想坚持认为，仙偶剧的人设是为了固定受众存在，不会发生太大转变，也不会为了迎合85花的外形条件，把人设朝成熟女性上靠。他说，仙偶绝对不会为了留住大花的流量而妥协。演员配置趋向单一年轻化，意味着大花会渐渐从仙偶退出，或者说被迫退出。而且，其实小花也难逃被迫退休，根本原因是平台不再偏爱仙偶了。制片人李想表示说，现在市场上主打爱情剧集已经有被收缩的迹象，市场上出现2极分化，被砍掉的90%都是中腰部的项目。这些 B 级剧主要都是偶像剧，也包括仙偶。相比同量级的现代剧，仙偶剧的高成本也让平台望而却步。仙偶需要后期配音、道具定制、服饰发型更复杂，改装换装更麻烦，再加上主演如果要带私人化妆师，这部分的钱也是要剧组来出的。制片人黄峥曾经参加的项目中，私人化妆师会负责艺人的全部造型，包括服饰、发型、妆容，还会给导演提供几套方案备选，是很费钱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不普遍，但也绝不少见。剧组一般都很不愿意。降本增效的目标下，从题材和成本考虑，仙偶剧都不再会是平台的主战场。黄峥感觉行业也知道仙偶现在太套路化了，也想着哪些地方能做改变，但他认为真的要做出创新的改变还是挺困难的。他说，市面上的仙偶剧一般都把背景划分成人仙魔3界，这样的条件下能发生的故事是逃不出几世轮回、仙魔大战、拯救苍生的桥段，编剧的想象力是被限定住的。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颠覆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其实仙偶无法做到真正的创新。但是仙偶已经拥有很成熟的流水线，遵循这套程序就能赚钱。万一改变了，观众不喜欢，那怎么办呢？没人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站在赵丽颖的视角，这次回马古偶难度为0，挑战为0，人气拉满，时间最佳。特别是正剧市场当中，就连那些正剧之王也都纷纷意外爆雷，突然剁牙。这情况以后只会更多。安全系数，仙偶依旧爆表。因此，现在的赵丽颖仙的很炸，偶的超美。她为了代言一款产品，身穿汉服古装服饰，以盘发华贵的气质，手持扇子半遮面的姿态，诠释出东方美人如画的优雅。她代言的这款产品，品牌方以演绎古今大片传承为主，以赵丽颖古装为修饰，焕发出古典温婉尔雅的气质。赵丽颖身穿汉服，搭配皇室配饰，涂抹粉黛，展示出她温婉可人的一面。尤其是她嫣然一笑的一瞬间，就让人感觉到妩媚可爱动人的美感。优雅的姿态体现出她高贵的气质，微微一笑的脸颊，感受到她女人的魅力。赵丽颖右手拿着一把复古圆扇，举在自己的右脸庞，遮住她半边脸颊，只露出她左边脸颊。从她这一系列举动，再加上她复古的造型，把她的美貌展现出淋漓尽致。从她的发型和服装，在她的举止行为以及她的一颦一笑，尽显东方佳人之美。赵丽颖这组古装照被分享到网上后，就得到很多网友们的赞美，都在说她身穿古装服饰太适合她的气质了。不少网友以为她又在拍古装剧，其实她只是参加一场活动，为了代言一款产品，以这种东方美学相结合，完美演绎出古今传承的宣传。赵丽颖也因这身古装造型，同时被顺利推上了娱乐榜热搜。而且她在娱乐榜占据前10，阅读量和讨论次数已经达到了几千万次。看了大数据显示的数值，大多数网友都是赞美她的美貌，以及对她身穿古装太有气质了。这种感觉是不是回到了10年前的感觉呢？是不是盛大不堪的主场感觉呢？是不是女王回马的感觉呢？不得不说，赵丽颖离婚后活出了自信与自我。离婚后的她事业也在逐步发展，个人魅力与颜值也在极限上升。
包括她这次出演的《与凤行》在剧中的古装造型也非常的漂亮惊艳。她身穿古装造型时，总能从她身上看到优雅、沉稳和自信的感觉。所以说，当看到赵丽颖如今的状态，感觉她越来越有气质了。之前的她感觉就很呆萌白甜，没有太多的惊鸿女人味。现在的她更沉稳，更有智慧，也更有女人味。而且赵丽颖接下来还有一期《费加罗》杂志封面登场，而且物料已拍，恐怕下一波的热搜已经预备好了配套的惊叫声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想说，大女王的回归真的需要智慧与美貌齐飞。您认同新万我的独家概括吗？刚刚新万我既然提到了正剧的男主，现在正剧大 boss 的男主恐怕依旧是吃瓜群众们永远看不到、摸不着的谜。在苦等5年之后，博纳影业老板于东与知名导演陈凯歌、徐克、明星章子怡等一众影视大佬敲钟庆祝博纳影业在深交所上市了。A 股市场也很给面子，上市首日博纳影业开盘涨停，涨幅32.41%，触发临时停牌，恢复交易后2次涨停，涨幅43.94%。截至收盘，博纳影业股价报7.24元每股，最新市值99.52亿元。有趣的是，造化弄人，时间精准，时值上市敲钟关键时刻，博纳影业老板于东却同一时间陷入到了桃色绯闻当中。当然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特别喜欢进入这种老是可以先知先觉的硬核讨论当中。这次与博纳影业红红火火的上市仪式相映衬的，不仅有红色的股价，为什么居然同时还有雷声更大的博纳影业老板于东与女明星的桃色绯闻呢？8月16日，娱乐博主吃瓜某女张某涵精准卡点爆料说，演都市剧出名的知性女星与已婚富豪在海南某酒店秘密约会，富豪背着妻子送给知性女星价值千万的珠宝，因为其漫画形象过于生动形象，引起网友对号入座。众多网友猜测，男方是金巧巧老公博纳影业老板于东，女方被猜测是江疏影。随后，于东、金巧巧、江疏影的名字迅速登上热搜榜，引发热议。让人没想到的是，最先坐不住的是博纳影业老板娘金巧巧。17日凌晨1点多，金巧巧还在和网友激烈对线。金巧巧称出不穷的各种假新闻，现在的网络真的是乌烟瘴气。营销号为了博眼球、博点击量，各种胡编乱造，各种捏造事实，为了钱真的就可以昧着良心下笔。新万我目测已经失去分寸的苦主金巧巧已经语无伦次，情绪在线了。毕竟这个时间点压下舆论，成功解套是金主老公的第一要务。于是乎，正房出马，一个赚俩。金巧巧跟着苦命奉劝所有吃瓜网友要长点脑子。也许是网友不吃这一套，于是乎跟网友激烈对线后，有人心中怒火难以发泄，金巧巧直接艾特了吃瓜某女张某涵，怒问她：“你说的这3个人到底是谁？”眼看正房压不住火，艳情图片和桃色传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8月18日的上午，苦主江疏影及其工作室发声否认传闻，说对江疏影女士的造谣传谣我们绝不姑息。欢乐可以制造，但不能编造；我可以被议论，但不能被诬陷。说到这，不得不提以下的是，出生于1986年的江疏影今年36岁，主演过《致青春》《好先生》《30而已》《清平乐》等作品。请特别留意的是，2014年芳龄28的江疏影首次担任女主的电影《大宅男》在台湾上映了，跟着于2015年在大陆上映，投资方正是于东旗下的博纳影业。这个伏笔的交集为彼此的交情打下了伏笔。不过，见过大风大浪的博纳影业老板于东依旧不发一声，在博纳影业上市仪式上，依旧强装笑颜，仿若事不关己。这个明晃晃事不关己的当事人，跟自己太太的上蹿下跳、紧急扑火，形成了强反差的尴尬对比。在8月14日，在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上，这位博纳影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CEO 于东一度感慨上市路之艰难。然而 A 股对影视行业估值已是时过境迁，博纳影业在上市首日暴涨44%的情况下，市值还未到100亿元。现在
强颜欢笑的于东居然再次被曝说，这个当事人很会来事，现在是左手新加坡绿卡，右手主旋律电影，两头通吃，雨露均沾的好男人形象，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当然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资本市场失意的博纳影业和于东，近几年在电影市场混得风生水起。凭借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和政治嗅觉，博纳影业和于东自2016年大胆压住主旋律电影，每年都要产出几部根正苗红的主旋律电影。2016年《湄公河行动》，2017年《建军大业》，2018年《红海行动》，2019年《中国机长》《烈火英雄》，2020年《紧急救援》，2021年《中国医生》。这些主旋律电影赚钱效应爆棚，堪称博纳影业业绩法宝。如《长津湖》实现票房收入57.75亿元，位居中国影史票房冠军。《长津湖之水门桥》仍在公映中，目前实现票房收入超过40.6亿元。至于《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收入，分别排名第9位和第15位。发现主旋律电影的真香定律后，博纳影业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提出，会把募集到的资金用于投资智取《威虎山前传》《红海行动2》《虎鲸行动》等10部几乎全是主旋律的电影。但是与主旋律相比，博纳影业老板于东一些操作就算不上主旋律了。根据灵通社的梳理，于东通过自己旗下大大小小的公司累计套现了14.31亿人民币。目前，于东合计控制博纳影业28.09%的股权，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博纳影业招股书的披露显示，于东实际在 A 股上市之前已经获得新加坡永居身份，这在战狼横行的中国影视圈中，确确实实有自己打脸的活化场面感。博纳影业上市首日开盘涨停，最终收盘报7.24元，大涨43.94%。但是博纳影业的明星股东们却高兴不起来。本来以为是盛大的割韭菜的好时节，结果呢，却齐齐亏种了。要知道，早在2017年3月31日，博纳影业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已经向明星股东们增发股票。其中，张涵予认购343.63万股，黄晓明认购343.63万股，毛俊杰认购34.36万股，章子怡认购206.18万股，陈宝国认购137.45万股，黄建新认购68.73万股，韩寒认购68.73万股。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增发价格为14.55元每股。这个价格与今日7.24元的收盘价相比，直接腰斩，明星股东们集体浮亏50%。在博纳影业上市现场，在主持人周涛提到博纳影业开盘涨超20%时，章子怡还特意扭头看向背景板中的股价，但这个股价也难怪在现场的章子怡直接上演司马脸了。粗略计算，章子怡斥资3000万购买的206.18万股博纳影业股票，还浮亏了1500万元之多。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这次博纳精心算计好、排期好的8月盛景，被多方的对家齐齐狙击了，而且相当的成功，成功到当事人被打脸后，居然一声不吭了，这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易烊千玺被宰割的时候，还会哼哼2声舍车保帅什么的。反过来的，工具人张某涵明晃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能够在这个奇妙的时间点，奇妙地对上电影圈的商业大鳄，则更加不是几个人的战斗，而且也更加不是吃了狮虎豹子胆可以简单形容的。硕大无朋的博纳现在到底能不能压得住这种近乎辅以撼数的异次元诡异场面，真的能让所有喜吃善吃瓜皮的吃瓜群众们顺便吞下了一只可以畅快烧穿脑洞的香炉。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堪称影视帝国的博纳影业，明显不是坚不可摧的歌利亚，底气十足的张某涵，也绝对不是胜算在握的大胃王。现在仿佛就是一座城与一板砖的僵持感了，就是翻版大卫与歌利亚的即视感了，而且还特别的辣眼睛。巨无霸的上市，江疏影的渊源，金巧巧的下场，大老板的沉默，
营销号的霸气，算是完整串起了从红色博纳到大片无名，从爱国巨头到外国护照等等等等一大堆的狗血和攻防、内卷和死活。很明显，操盘的黑手瞄准的绝不仅仅是江疏影，也不仅仅是于东。很明显，于东背后的博纳，以及博纳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利益方，都可以收获更多爽脆弹牙的意想不到气数倒逼和此消彼长。毕竟，整个错综复杂的娱乐圈大染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红楼一梦。早早远离浑水，才是清流之道。这一点特别喜欢狡兔三窟，相当喜欢多找篮子放鸡蛋的王炸姐姐。明晃晃已经在鬼聪明的进阶当中了，加油吧，王炸弟弟！